你会不会困惑，这个伴侣是命定的吗？我深夜我看着旁边睡熟的这个人，这个地球上几十亿人啊，偏偏我为什么就选了他呀？那是我运气不好呀，还是上辈子欠了他的呢？很多人在遇到人生伴侣那一刻啊，会有一种宿命感。你说这种感觉到底是错觉还是事实呢？2021年，荷兰莱顿大学的科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结果呢就发表在学术期刊《自然人类》杂志上。他们把互相不认识的单身男女啊放进一个封闭的小屋子里面相亲，给他们带上眼动仪，贴上生理传感器，就记录他们的心跳、出汗量和微表情。大家原本以为两个人能不能看对眼，就取决于你们是不是聊得来啊，是不是长相各个方面喜欢。但数据出来啊，令人沉默。这些最终在心动卡片上互相打勾的人啊，生理数据啊非常诡异。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喜欢上对方的几分钟之前，他们的心跳频率和皮肤的排汗节律居然同步了。这个实验就揭示啊，在亲密关系当中，身体和潜意识是永远走在理智的前面的。那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挖，科学家就发现了更加令人惊讶的婚姻的真相。就是你以为自己是用自由意志挑选了这个伴侣，有没有一种可能，真正的决定早就做好了？很多人在相亲啊或者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词叫磁场。我们会觉得啊，这两个人只要一靠近，那种吸引力，空气当中都变得焦灼了啊，小鹿乱跳，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磁场。这种感觉啊非常美妙。但是站在现代医学的视角来看呢，这一场所谓的磁场相吸呢，只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生物学狩猎，而在这场狩猎当中出卖我们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时间回到1995年，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动物学家克劳斯·韦德金德教授啊，设计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这就是捍卫 T 恤实验。韦德金德教授找来了44名男大学生和49名女大学生，他给这44个男生呢，每个人发了一件纯棉的崭新 T 恤，要求他们必须连续2个晚上呢穿着这件 T 恤睡觉，而且为了保障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啊，要求这2天啊这些男生禁止使用任何有味道的肥皂啊、沐浴露或者除臭剂啊。我们实验室给你提供无香型的清洁剂洗澡，你不能吃大蒜、洋葱这种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不能抽烟喝酒，甚至连性行为都禁止。这个白天脱下这件 T 恤之后啊，必须把它密封在一个无菌的塑料袋当中啊，避免沾染了周围空气的这些气味。那2天之后，这些吸饱了男人原味汗液和体味的 T 恤被统一收回到实验室，装进一个个开着小孔的纸盒子当中。接下来轮到那49个女生出场了，科学家就要求这些女生在生理期的特定时间段，就是嗅觉啊最灵敏的排卵期，去依次闻这些装满原味 T 恤的盒子，闻完之后呢，要给这些气味的性感程度、吸引力和舒适度打分。哇，这听起来有点恶心哈，有点变态。但面对一群陌生男人的臭汗味，数据统计的结果啊，让大家有些意外。这些女生没有嫌弃说这个衣服都难闻，对特定的一些 T 恤啊，不仅不觉得臭，还给了很高的分，认为这个味道很有吸引力，像一种令人愉悦的麝香味道。科学家立刻把打分结果和这些男女大学生的血液基因样本进行交叉对比，真相出现了。决定一个女生觉得哪个男生闻起来最性感的标准，是一组叫做 MHC 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MHC 基因是我们人类免疫系统的核心密码，它决定了你的身体能抵抗哪些病毒和细菌。实验数据显示，女生普遍认为啊，那些 MHC 基因和自己差异最大的男生的味道最性感、最好闻。相反，如果相似呢，那女生闻到这个 T 恤的时候就会觉得反感、刺鼻。为什么呢？在远古时代，人类要在充满瘟疫、病毒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丛林当中活下去啊，就必须要生出免疫系统强大的后代。如果双方的免疫基因相似呢，这个孩子抵御疾病的能力呢可能会很弱。只有结合差异最大的基因，才能为下一代提供坚强的免疫力。那么你的理智啊，可能还在挑选什么你的学历好不好、身高如何、家庭背景，但你的潜意识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嗅觉末梢越过你的大脑，
直接对对方的基因进行了深度扫描。一旦扫描到能完美互补的免疫密码，你的身体会立刻分泌荷尔蒙，营造出一种眩晕的磁场感。你的大脑最后接到通知说，把你这具肉身骗进婚姻的围城，去完成繁衍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接吻这个动作也被科学家剥去了浪漫的外衣。2013年，牛津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教授拉斐尔·达沃尔茨基呢，就领导了一项大规模研究。他研究这个人类为什么普遍喜欢接吻。你看，从进化学的角度看，接吻是一种非常高风险的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人类进化出这种行为，除非有一个足够大的生存收益来对冲风险。牛津大学的研究揭示，接吻不是表达爱意，它是一种近距离的化学信息采集手段。当两个人接吻的时候，潜意识通过唾液当中的皮质醇、睾酮这些微量的化学物质，去评估对方的荷尔蒙状态、生育能力、健康水平。这是一次不需要抽血的体检。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看着对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聊得也不错嘛，结果嘴唇一碰，忽然就觉得兴致全无。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尝过对方的化学信号后拉响了基因不匹配的警报，就切断了你的欲望。那除了嗅觉和味觉，我们在陷入热恋时的那种疯狂状态，在科学家的扫描仪下也显露出了真相。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把一群正处于热恋期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孩女孩就塞进了核磁共振的扫描仪当中。费舍尔教授在屏幕上给他们看恋人的照片，同时观察他们大脑内部的血液变化。按照我们平时的理解爱情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审美，对吧？是大脑皮层负责理性、审美、道德区域在起作用。但是扫描仪发现，当这些人看到恋人照片的那一刻，大脑皮层很安静的，真正活跃的是大脑深处一个原始的区域，叫腹侧被盖区简称 VTA。它是人类大脑的奖赏中心，负责制造和分泌多巴胺。那重点来了，在现代医学当中， VTA 区域被强烈激活，一般只出现在一种特定的病人身上，就是吸食毒品上瘾的人。爱情在本质上压根算不上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跟口渴饥饿一样的本能。当你的基因看中了一个目标，为了迫使你采取行动，大自然会劫持你的大脑，用高浓度的多巴胺淹没你，让你产生亢奋、渴望看不到对方有戒断的反应。这个在中国道家的古老智慧当中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词，叫做情志化火。就过度的情绪波动，就像是一把火，烧干了你维持理智的阴液。大脑在这场化学风暴当中宕机了，失去了判断能力，你就像一个瘾君子一样，不可遏制地扑向了那个人。这听上去很酷但也很绝望。这好像我们在婚姻当中完全没有自由意志完全是一群被基因写好代码的生物机器但事实远比这要复杂。如果基因的算计就是我们婚姻命运的全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解释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另外一个谜团。你按理说，你看基因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衍，对吧？为了我们生下健康的孩子。但现实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不可自拔地爱上那些明显会伤害自己、消耗自己的伴侣，有的会家暴、冷暴力，会不断地伤害自己，这叫孽缘呀。这种关系基因就没办法解释了。你说这到底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个普遍现象，一个从小听话懂事的乖乖女，你要问她的理想伴侣什么样子，她可能想想就告诉你说，我喜欢情绪稳定温柔体贴顾家的男孩。结果去相亲就遇到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百依百顺的男人，他相处了2个月，跟朋友又抱怨说，人挺好的，但是我对他就是没有感觉，缺了一点火花。转眼在某个聚会上遇到了一个浪荡子，这个人脾气暴躁呀，控制欲很强呀，甚至还带点冷暴力。这个乖乖女看他第一眼，心中爱火燃烧呀，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扑进这段关系。就算最后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仍然咬牙说，这就是我的劫，我逃不掉。周围的人觉得你这是疯了，没有疯，只是他的理智输给了他的潜意识，输给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隐秘剧本。1920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心理现象。按照常理人类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但弗洛伊德在长期的临床观察当中发现，人类在情感创伤的面前反而不是这样。一些在童年经历过巨大创伤的这些人呢，成年之后不仅不会避开，反而会无意识的一次又一次的制造同样的情境，去重新体验曾经的痛感。弗洛伊德把这种机制叫做强迫性重复。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在熟悉的痛感当中刻舟求剑这就是讨债嘛。只是这个债不是上辈子欠的，是童年欠的。你说人为什么要主动去吃苦啊？回到刚才那个乖乖女的故事，你去看她的童年，可能会发现她有一个严厉的、冷漠的，甚至缺席的父亲。在小女孩的世界得不到父爱，那就是天塌下来。她没有办法理解这是大人本身的问题，她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爸爸不爱我？那这种创伤就被深深地压到了心底。等到长大了，她终于可以去寻找伴侣了，以为自己呢是在寻找幸福，实际上她的潜意识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去搜寻那个熟悉的，你看冷漠暴躁感的男人。一旦找到了，潜意识就狂想这就是宿命。潜意识为什么要找一个会伤害自己的人？因为他不甘心。潜意识企图在这个熟悉的痛感当中，我一定要赢一回，我要在这个跟我父亲相似的男人身上，我倾注所有的爱和讨好，我一定要把他感化。他觉得只要这一次我能让这个冷漠的男人变得温柔，就证明了我是值得被爱的，我童年的那个巨大的伤口就真的能愈合了。这就是孽缘的心理学真相。你找的并不是另外一半，而是能够还原童年创伤环境的替身。你想在一把新刀上面去找回旧刀流的血呀。这个残酷的真相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心理学家哈维尔·亨德里克斯发展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叫做意向关系疗法。亨德里克斯提出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呢，大脑就像照相机一样，会把抚养者身上的这些特质给拍下来。而且不仅是正面的特质，包括像父母的控制欲、冷暴力、喜怒无常都会被复制下来。那么大脑会把这些特质混合在一起，拼凑成一个无意识的爱的图像，心理学上叫 imago。 这就是你潜意识当中的伴侣原型。而成年之后，我们就带着这张无形的拼图走进人际关系。当你遇到一个健康的人，他明明懂得尊重你、爱护你，你理性也觉得这个人不错，但你的潜意识对不上，因为那张拼图上的人，他明明是冷漠、挑剔和情绪化的呀。那既然对不上，你的身体就不会分泌让你心动的化学物质，你会觉得这个人太无聊了，没有激情，不来电。忽然有一天，对面来了一个人，他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说话居高临下，很挑剔。那一瞬间潜意识沸腾了对呀，就是他呀，严丝合缝嘛，一块碎片就对上了。这才是让你觉得有宿命感的人，因为你的潜意识认出了那个熟悉的痛苦。在临床治疗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极端案例，理智上列出了几十条这个择偶标准，身高、收入、性格学历背景，到最后给一个完全不符合标准的人吸引，仅仅因为对方说话皱眉的样子像极了当年那个严厉的父亲。这套心理学机制就揭示了，所谓的缘分在很多时候就是两套受损的防御机制在对接一个从小缺爱拼命索取，这是焦虑型人格遇到一个从小被打压习惯性逃避的回避型人格，那简直是天雷勾地火，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逃。这个女的哭着喊着说，你为什么不理我？男的摔门而出说，你不要再逼我了。这表面上大家都说性格不合，但是在潜意识的维度当中，这是一个完美的共舞因为这两个人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最熟悉的痛感，都在用对方的反应来印证内心深处那个绝望的预言你看吧，我就是没人爱，你看吧，亲密关系就是会伤害我的。当基因出卖了你的免疫系统，
潜意识把你骗进了熟悉的牢笼，这场名为夫妻的游戏似乎成了死局啊！我们似乎只是提线木偶，被进化的本能和童年的阴影随意的摆弄。别着急，故事才刚刚开始。很多伴侣结婚之后啊，会经历一个幻灭期。你会发现，婚前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结了婚之后，这个自私冷漠，婚前温柔体贴的女人变得歇斯底里、控制欲爆棚。这每天在屋檐下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争吵，说恶毒的话，你会觉得对方简直是面目可恨啊！无数次想，我当年是怎么看上你的？我真是瞎了眼。但奇怪的是，你不管怎么吵，不管怎么闹，过不了多久，又会无可奈何地回到这个千疮百孔的关系当中，好像两个人啊被一种看不见的业力给绊住了，谁都逃不了。那你说这背后有什么天机呢？其实是因为他替你活出了你潜意识当中那个绝对不敢见光的自己。瑞士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曾经提过一个深刻的理论，他认为呢，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啊，从一开始啊，实际上是完整的，既有男性特质，也有女性特质。但是呢，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为了符合社会的期许和家庭的规训，我们要把一部分不被允许的特质给压抑下去。你看，对男性来说，他要把内心当中柔软、感性、渴望依赖的那一面给压抑下去。那荣格把男性的这种女性潜意识特质称为阿尼玛。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她要把内心当中这种独立、理性、有攻击性和力量的这种压抑下去啊，这就形成了女性的男性潜意识特质，叫阿尼姆斯。当我们进入青春期，荷尔蒙开始萌动的时候啊，这些被压抑的灵魂碎片就开始要寻找出口了。那么找不到出口呢，就会选择一种狡猾的方式，叫投射。你看，当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温柔、多愁善感柔弱的不能自理的女孩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和迷恋简直是命中注定吧。其实他爱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女孩，而是自己潜意识当中被压抑、渴望被保护的女性碎片，这就是阿尼玛。他把自己的这种灵魂碎片贴到了那个女孩身上。那同样的，一个从小被规训要乖巧听话的女孩子，她往往会不可救药的爱上一个叛逆不羁的这种坏男孩呀。她以为这是一见钟情是宿命，实际上只是她潜意识当中不敢表现出来这种打破规则的野性力量阿尼姆斯投射给了对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种天雷勾地火的迷恋一见钟情不过是一场自恋的心理把戏。你爱上的一直都是你自己。那既然爱上的是自己，那为什么结婚了之后会厌恶呢？这就涉及到了荣格理论当中更深邃的一部分——阴暗面投射。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不仅压抑了一些美好的特质，也压抑那些被社会谴责的阴暗特质自私懒惰、贪婪、控制欲，这些阴暗特质太可怕了。我们的理智不允许承认我们自己拥有它。但是呢，能量是守恒的，那这些被压抑的阴影部分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替罪羊。于是在亲密关系的这个场中，它安全嘛，那伴侣就成了投射阴影的最佳选择。你讨厌伴侣的自私和懒惰，你看到他下班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什么家务活都不干你很生气，恨不得把他手机都砸了。其实你的潜意识当中也渴望能像他一样自私，像他一样什么都不管，但是你不敢你有道德感，你从小被灌输的一些什么服务奉献精神，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你要这么做了，你会感到内疚。所以当伴侣替你活出了你不敢活出的自私和懒惰的时候，你的愤怒实际上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狂怒。你对伴侣的每一次批判，实际上都是在批判那个潜意识当中渴望堕落的自己你把自己的阴暗面投射给了他，然后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审判他，这让你感到一种虚假的清高和安全感。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这场阴影的投射游戏当中，还有一种更高级也更恶毒的玩法，这就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将其命名为叫投射性认同。就简单的说你不仅会把自己的阴影扔给对方，还会通过隐蔽的手段把对方逼成你阴影当中的那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业力制造机假设一个女孩
因为童年创伤，内心深处坚信我是不值得被爱的，男人迟早会背叛我。那她结了婚，本来这个丈夫实际上是一个很老实很顾家的人，但是他的潜意识不允许他享受这种平静的幸福那怎么办？试探、怀疑你晚归5分钟，我就夺命给你打电话，你多看别人这个女人一眼，我就大发雷霆不断的查手机，不断的冷嘲热讽，不断的这个唠，不断的作，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向丈夫传递一个强烈的潜台词，就是你就是会背叛我的渣男。人是非常脆弱的，在长期这种高压的心理暗示之下，丈夫的防御机制最终会被瓦解掉。终于有一天，丈夫忍无可忍，摔门而出，甚至真的在外面找了另外一个人来逃避这种痛苦。在这个时候，女孩崩溃大哭，但是在她潜意识的最深处却长长松一口气，甚至会产生一种诡异的胜利感。看吧，我就知道全天下的男人都是渣男，我就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注定是得不到幸福的。她赢了，她用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出了一场完美的烂局，通过不断的迫害，硬生生的把一个正常的伴侣塑造成了她潜意识当中的那个恶魔。这就是相爱相杀的终极的模式。两个破碎的灵魂互相在对方身上寻找存放阴影的容器，两个人互相折磨，是因为试图在这个容器当中杀死那个不敢面对的自己。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一种虚无和绝望。如果爱情只是激素的幻觉，婚姻只是创伤的重演和阴暗面的互殴，难道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当中就真的遇不到真爱了吗？茫茫人海几十亿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来接受我的投射？又为什么偏偏是他来承受了我的创伤？难道真的就只是巧合？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看透了这个游戏的把戏，他们用了一个厚重的字来回答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绝望，这就是缘。观众朋友们问，到底有没有命定？到底有没有前世今生？那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这一辈子的生老病死，好像真是巧合。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到宇宙演化的宏大的尺度当中，你就会发现，在这一张浩瀚无垠的因果网络当中，没有任何一次相遇是偶然的。佛教的底层逻辑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缘起法。佛家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大到星辰宇宙，小到你今天出门遇到谁，都不是凭空发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所谓前世今生，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封建迷信当中的什么灵魂转世。这个世指的是过去无数个时空节点。你在过去无数个时空当中，你起过的每一个心机，你动过的每一个念头，你经历的每一次恐惧，你造下的所有的性格缺陷和执念，这些东西全部作为因，被完好无损地存储在了宇宙的超级数据库当中。而当时间推进到此时此刻，当你走在相亲的路上，外部所有的条件刚刚好凑齐，这叫缘。就在那一刻，内部的因和外部的缘相互交织，而不可逆转地结出了一个果。而这个果就是你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你眼前的这个人，或者你毫无防备地陷入了一场让你痛苦的婚姻。西方科学说，这是你的童年创伤在寻找替身，而东方哲学说，这叫业力的牵引。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必然，在这个因果账本面前，你自以为的自由意志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那既然是账本，那一定有欠款和还款嘛。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早早的就把夫妻之间的缘总结为4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就有趣的映射了我们前面说的所有的西方科学和心理学。两个人 MHC 基因完美互补激素分泌，生出健康后代婚姻美满和谐。这在老祖宗看，就是过去结下的善缘，这辈子互相报恩来了。
两个人带着童年的创伤，不可遏制地爱上一个冷暴力的渣男或者自私的作女，互相投射阴影，互相折磨。心理学上叫强迫性重复和投射性认同，而老祖宗的账本里这叫讨债和还债。带着内心的阴影又不敢面对，于是找个替身来打压打击，这就是抱怨。古人早就明白，很多人结婚根本就不是为了来享受浪漫和幸福的，宇宙把你们强行绑在一起，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能量场没有平衡，你们的情绪账单上有坏账，于是宇宙就强制要求你们在这几十年的屋檐下你们在无数次鸡毛蒜皮当中，你们一定要把这笔账给它抹平掉。听到这里，有一些深陷痛苦婚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绝望。如果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如果我的婚姻就是来还债的，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命运要这样来惩罚我呀？这真是东方智慧最伟大、最慈悲的地方。因为道家和禅宗给出了一句震撼的心法，就是借假修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宇宙不在乎我们的痛苦，因为在宇宙的维度当中，没有苦乐，只有能量的平衡和失衡。这段婚姻，那个人让你恨得牙痒痒，在浩瀚的时空当中，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假象，它只是一个工具宇宙把这个棘手的道具扔到你的面前，真正的目的是借由这个工具带给你的痛苦来打磨你。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私、冷漠、背叛，那这面镜子照出的恰恰是你内心深处的匮乏、恐惧和强烈的控制欲。那这些东西佛家称之为我执就是抱住不放的小我。只要你一天不放下这个小我，只要你一天还在向外索取爱，只要你一天还在企图控制别人来满足自己，这个痛苦的业力循环就永远不会停止。宇宙安排这场看似残酷的孽缘，实际上是一场高级的灵魂救赎它逼着你在痛到极致、绝望到极致的时候，终于肯低下头，终于放下向外索求、向外控制，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要借着这份假的缘分，修出你原本清净圆满、不生不灭的真心。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烦恼即菩提真正让你成长的，从来不是那些顺风顺水的善缘，往往是那些把你伤得最深、痛得最惨的孽缘，才是促使你完成生命最高级别觉醒的垫脚石。既然看透了这是一场借假修真的屏障游戏，那么对于正在看视频的你来说，接下来一定会面对两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你已经身处一段让你非常痛苦的关系当中，你说该怎么办？我是咬牙忍耐，还是果断离婚？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面对茫茫人海和各种各样的相亲的对象，我该怎么样在这些人当中找出谁才是真正能滋养我的善缘呢？我想分享两套落地的破局心法给你。先说说相爱相杀的伴侣，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要么就是我试图拼命改造对方，要么就是觉得我只要离了婚，我换个人就解脱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了我们前面分享的强迫性重复和借假修真，你就会明白这两种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不把内在的窟窿给它补上，不把潜意识当中讨债的需求给放一放，你去离婚不过就是换了一个考场，重新考同一份试卷，你的下一任大概率还是同类人，你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外一个火坑。那到底该怎么破局？那在这里我想引入心理学大师阿德勒的一个核心概念，结合东方老祖宗的叫反求诸己给你一套心法，这就是课题分离。你要明白伴侣只是宇宙派来的一面镜子，我们不需要试图去修补镜子，而是去修补那个照镜子的人。当伴侣再次做出让我们痛苦抓狂的行为的时候，停下来，不要立刻反击，我们在心中默默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他现在的这个动作到底是触碰到了我心中哪一块陈年旧伤？是我害怕被抛弃的恐惧还是我不被认可的自卑呢？他的冷漠是他的课题你改不了，也不归你管，但是因为他的冷漠而产生痛苦的情绪，那就是你的课题了。
你要做的是看见这份痛苦，接纳这份痛苦，然后对自己说，我不再需要通过讨好他来证明我值得被爱，我自己就可以爱我自己。当你不再试图控制对方，把所有的注意力从向外索取收回到向内觉察，奇迹就会发生。这段讨债的业力啊，在你停止索取的那一刻就开始松动，因为你内在的匮乏感被填满之后，这笔能量的旧账被彻底平了。账一旦平了，这段关系只有两个走向，要么对方因为你气场的改变，奇迹般的变化了，他停止了对你的伤害，你们的关系走向了缓和；要么这段缘分平静的自然剥离，你带着完整的自己，毫无怨恨的离开，走向了新生。这就是所谓的了业。那么对于那些还未结婚或者正在寻找伴侣的朋友来说，你说我如何在茫茫人海中识别出真正的善缘，避开那些吸血的孽缘呢？忘掉脑子当中那些条条框框，什么身高、收入、学历吧，那些都是大脑用来骗你的概念。判断正缘的唯一金标准是你的神经系统。你看那些带着讨债属性的孽缘啊，往往开始会让你极度的兴奋啊，有宿命感，觉得一见钟情、火热，但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患得患失、极度焦虑。它冷淡一点，你就觉得天塌了。那么在心理学上，就说明你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高度亢奋和紧绷的状态，这绝不是正缘，这是你的创伤被激活了。而真正的善缘是，也许刚刚见的时候没有惊天动地的火花，但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有一种非常放松、很安全的感觉。我不需要伪装我自己有多懂事，我也不需要小心翼翼地看你的脸色，我甚至可以在你的面前暴露我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在这种关系当中，你的副交感神经是开启的，你的呼吸是平稳的，你的身体是舒展的，你的能量是内聚的，而不是被持续消耗的，能让你感到安全和放松，能让你在他面前安心做个废物，那才是真正能滋养你一生的善缘。看到这里啊，我想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微行动。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段让你困惑或者痛苦的关系当中，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伴侣最让你无法忍受的一个特质。那写完之后，用我们今天讲的镜子理论去对照一下，看看那个让你痛苦的特质是不是恰好映照出了你内心深处一直被你压抑或者一直渴望被疗愈的部分。把你的痛点留在这里，就当作是你打破幻觉、向内觉察的开始。命运的红线其实从来都不在月老的手里，它就握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当你不再向外祈求爱情，当你开始真正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阴影，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孽缘，因为一切相遇皆是来渡你的。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